心架一路，双推掌，接上式青龙出水。好，变双推掌，小度顺缠，力圆向右螺旋，两拳左快右慢，胸背相合。好，放松下沉，当走后弧，两手由拳变掌，重心左移，松左胯，身法左螺旋，两手手腕相合。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两手顺势上捧掌，右手掌心朝外，左手掌心朝内，两手合于身前中线。好，再松右胯，坐胯摆脚，左手逆缠下按，右手顺缠下沉，摆脚尖，移动重心。好，合右胯，上步，左手顺势藏于腰间，右手顺缠从腰胯间变斜上方穿掌，右脚虚步点地。好，再松左胯，两手顺势外捧，轻开右步，当走螺旋，两手双逆缠相合，根部对称下沉推掌，放松下沉相合，两手合于中线两侧，指尖微微向内逆缠相合。好，换方向，青龙出水，转双推掌。好，顺缠螺旋，由拳变掌，当走后弧，两腕相合，顺势捧挤，下沉坐胯摆脚，上步穿掌，松胯开步，两手顺势外捧，当走后弧，螺旋合手，根部推掌外捧，坐胯下沉。好，来，同学们，双推掌这个动作呢，是一个咱们变式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动作。就比如说我们的坐胯摆脚以及小度螺旋、由拳变掌的身法，到心架的后半段呢，咱们会很多次的去经历这种小度力圆、由拳变掌的双螺旋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小技巧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当我们做好了青龙出水，还是咱之前的那种说法，小度在顺缠力圆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咱左手离得近，右手离得远，所以在小度螺旋的过程当中，它会以顺缠的带动，让左手与右手形成一快一慢。在运动的过程里面，咱再把节奏跟大家强调一次啊。左手走，随小度顺缠的过程当中，逆缠向上，顺缠向下，完整的一个螺旋一整圈。右手呢，随小度的向左，右手放松下沉；随小度向上，右手手腕向左领；随小度向右，右手向上领；随小度向下，右手慢慢向右放松下沉。它这个节奏呢，要稍微快了，这个小度要快过于咱的手啊。所以左手右手的速度不一样，就随着咱的力圆螺旋的过程当中，产生了胸背的相合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胸背的开合在心架当中领出来的动作要求，还是要以小度为螺旋的标准，千万不可做成咱们的刻意的夹背、扩肩这种情况。咱把这个动作细节给它拿捏好啊，从小度上去出发，好吧？好，那下式。当我们领完这个力圆以后，你看这两手相合，这动作是不是特别熟悉啊？像不像咱们的这个从懒扎一变六风四臂雕脱的那个感觉？其实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得注意啊，当我们两手随力圆结束之后，小度的下沉带动两手由拳变掌，移重心，放松顺势相合，当走后弧向外捧挤。在这个时候，左手和右手的掌心它跟咱们这个前面动作不太一样，它不是到这儿以后直接把手翻过来了，而是先捧挤出去，左手手背朝外，右手掌心朝外，两手手腕相合，随坐胯摆脚的时候才放松下沉，它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！千万不敢直接推到这儿，直接往下去按，这都没有啥了，没有螺旋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咱到这儿以后，身法一转，你看左手有逆缠，右手有顺缠，这个时候左手的螺旋是不是在动作当中就更加饱满了？要把这块记住。下式就是咱坐胯摆脚的地方，
大家从侧面看一下。这个动作相对来说呢会稍微难一点，因为很多同学从老架里面学到了坐胯摆脚，就是摆的多一点，是靠两胯的一个支撑，对不对？你蹲的越低，这个脚尖能摆的就越多。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咱们要不止一次的要跟大家去说，想要做好当胯的运行，必须要通过两胯外侧的上下折叠。只有当胯上下折叠充分了，才能保证右膝在不跪腿的时候，把左脚脚尖摆到一个你舒服的位置。如果做不到，那同学们你看一下，你摆完左脚脚尖自然朝前，你一上步，你是不是只能往右膝前方45度上？左胯，而且在松胯螺旋的时候，这块憋得特别难受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里就是要求大家，左脚脚尖一定要多摆一些。你看，坐胯摆脚，上步开步，这个时候你看身法，右脚右斜前方，身体中线还是在往前送。这个时候你看你再松左胯，身体走的时候是很顺的，它不会难受啊。这也是一个基本功，大家要多练。坐胯摆脚跟当胯有关系，平常咱们压的青蛙趴呀、环仰卧呀，当胯的一个开发都得多去练练，把胯压开了，这样你在转换的时候才能最好的、最大化的让膝关节产生螺旋，去带动咱的脚踝翻转啊，这得记住。那当我们上好了步伐以后，大家注意看，重点在这儿来了啊。上步的过程里面，左手随着顺缠的下捋合于左侧腰间，右手它也是顺缠下合。左手你看，从这个位置，左逆转顺缠合于腰间，右手顺缠放松下合，上步向前穿掌。所以我们的右手是不是随着身法的左转螺旋，有一个向前上步螺旋穿掌的动作？这里呢有很多同学容易忘，他喜欢上完以后通过身体前倾往前去穿，不要做成这种动作。你这样去做，不就是去歪自己的重心和压中线了吗？对吧？通过什么走？看到了没有？身体在转啊，身体在转。左手和右手好像仿佛形成了一个什么？随身法螺旋的时候再产生对拉，去找到这种感觉，不要直接身体前倾的去压自己的身子往前穿掌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啊，把它记清楚。身法的螺旋带动手臂的前后对拉。那有了这个细节之后，大家再看啊，左脚脚尖左斜前方45度，右脚又开了一个45度的方向。注意看这啊，左胯顺势一松沉，右脚的虚脚再往前轻轻开一小步。这开一小步是为了干啥？注意看动作细节啊！你看左胯一松，身法螺旋，身法在下降的时候，它形成了左转，它领着左手，以手腕带动，领手开步，顺势外蓬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两手慢慢持平，与肩同高，沉肩坠肘。随后再松左胯，当走后弧，看到没有？松左胯，当走后弧。你的两手会直接在身前相合，不会？不会，它会先怎么走？它会先向左螺旋领手，身体在运动的时候像一艘小船一样，在领着你的船桨，跟着船后头再往里相合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你看，慢慢放松，慢慢螺旋，先以掌根相合，随后右胯在相合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好，中线大螺旋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啊，大螺旋带动小螺旋。所以咱的这两手呢，跟老架里的双推掌不一样，老架是合到胸前以后，根部对称推掌，新架不是，新架是螺旋，类似于这种感觉，它是领掌走了个平圆，随小度的平行于地面的拧转，把两手像两根鞭子一样，也不能这么去想，像两个绳子中间拴着这个小秤砣一样，顺势把秤砣给它扔出去。你的手像两个绳标，在合的过程当中，身法螺旋带动去外蓬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，大家就要记住了，开完步之后，一定要让两肩先随身体的重心转化，形成一个动作的过渡。不要直接你咔合到这儿了，你再推掌，
你这个动作就相当于啥？少了个大螺旋啊，少了个大螺旋。所以我们变化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再细细的去品以身领手的动作啊。这重复了3遍，让大家记得轻一点，把这个身法和烧结的这个动作给它配合清楚。那最后你看我们的两手，大螺旋带动小螺旋，身法在转换的过程当中，啪，根部踮脚推掌对称外碰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两胯一定要切记啊，左脚的踮脚，右脚足弓内侧，当胯在随着两手推出的一瞬间，左脚根部的同时，两胯会往下去坐沉，就好像是一个刹车一样啊，就好像是一个刹车一样，把自己刹到这里，千万不能一做出来以后，左脚的虚部没有任何的作用，直接就把手推出去，这个时候身体的重心就会产生不稳定，那你的螺旋就会导致自己的身体向前倾。所以根部的过程里，既要有当胯的松沉，又要有左脚脚尖点地的螺旋相合，这是一个整体，不能把它做得非常分，不能到这儿了，我身体还能往上立着了啊，我再坐下来，劲儿就断了。一个立走出了2个外形，那你看你这样走还对吗？把它做成一个整体，随重心变化，身法螺旋的手边转边沉，对称相合，这就是双推掌。动作很简单，但是需要大家去练很多基本功。坐胯摆脚，以身领手，螺旋相合，这3个重点，咱们要课下的时候经常去铭记在心里面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练拳时候找到的一种感觉啊。它不是说你今天学个动作外形就能学会，而是一种慢慢通过关节的拉长和磨合，一点一点出来的这种细节状态。心架最重要的是啥？就是这些螺旋和相合的一个配合。心架一路。